啊，上海卖房的房东啊都崩溃了，买房的客户呢也疯了啊。报价580万的房子啊，你猜客户啊给出多少钱啊？今天早晨我们带了一组客户啊去看房，看了好几套啊，其中有一套家庭新城板块的房子，客户看了呢非常满意啊，然后客户就跟我说啊，他说东哥，这套房子呢我们看了都蛮喜欢的，都还可以，你帮我去跟房东谈一谈价格。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对这套房子心理价位大概是在多少啊？他呢就跟我说，也差不了多少了，叫我去约房东见面聊。然后我看他这么肯定的跟我说啊，然后我还想着这个单子差不多了，那于是呢我就约了买卖双方啊到我们公司面聊啊。见面之后就喝口水的功夫啊，我这个客户张口就是400万啊，一点都不夸张。当时啊，我觉得整个办公室里啊的气氛啊，一下子安静的可怕，真的特别可怕。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客户说，我说兄弟，你不要开玩笑了，这个房东呢，房子是诚心卖的。然后你知道吗？这个客户他老婆立马就白了我一眼。他说就加5万，405万能卖就卖。说真的，我都看到房东的手啊，抓着杯子的手都抖了一下啊。然后房东起身就往外走啊，我也就赶紧追了出去。房东跟我说啊，他说去年有一个客户啊，给他出460万啊，他都没有卖。现在400万啊，现在400万，一场失败的谈判啊，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那我也一直在总结失败的原因啊。你们觉得到底是谁呢？580万的房子，现在到底砍多少合适呢？谁能想到啊？以前买这个小区的每一个人都是奔着赚钱来的，而且每一栋房子以前都是摇号。那么现在的这个结局啊，也是意想不到，也是意料之外。我们今天去看的这个房子呢，房东小姐姐很有可能要亏的毛都没有了。今天这个房子几几年买的？好几年了。当初买过来多少钱？200几万。200几万？对，那时候还是摇号摇到的啊。我以前也摇号摇到这里，但是我卖掉了。那你早卖掉啊？卖了16000多。现在那片新楼盘湖畔悦云大概在11000多，精装的。有的亏了。有的亏了。有想过要亏多少钱吗？不敢想，我不敢想，因为贷款可能还挺多的。现在还有多少贷款？你有 APP 吗？大概有的呀。啊，我来看一下有多少钱。啊，还有119万多，家人们。当时贷了130万。啊，那你付了不少钱啊？当初啊？70几，对。啊，因为我后来那边辞职了。啊。那边辞职了，我本来是在这边工作，然后我的同事他们正好过来摇号嘛，然后我想我就一起过来看一下，然后他们没摇中，我摇中了，因为我当时工作通勤可能一天要50公里，也挺远的。所以买了个湖畔倒也相对。对，本来以为就一直在那边工作了嘛，想买个房子这边工作的话会方便一点，然后后来换了工作，这边一直没来装修。估计也要5年左右了啊。对，5年左右还贷款，估计得还得不了钱了。现在就是感觉有点累赘。对，以前感觉好像你们买房子，同事之间一起跑到这里来摇号，感觉可能要赚钱的啊。对，主要是不方便，而且那时候摇到了，就感觉大家都没摇到，就我摇到了，很开心啊。对，没想到房价会这样嘛。这个房子感觉跟腰轴一样。没来过啊？对，没怎么来过。你看多么任性啊！200多万买的房子，到现在还了5年，还没来过。打都打不开，你帮我看一下。进来看一下，还一起看一下，跟着。哎呦，这个有点紧啊。这个是多少面积了？160多。啊，160多，应该是168的这个户型啊。对。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应该是湖景啊。哇塞，房东，你顺便一起来看一下湖景吧。我估计你。我都不想看。啊，不想看。我都不想看。那看一下这个房子，湖景是非常的好啊。
你花200多万买的，还是要多看几眼嘛。当时就是为了呀，这个又方便，然后景色确实也可以。这个还是双阳台啊。房子的户型道看上去还可以，北面正好有2个房间，这边是一个餐厅、厨房，啊，这边是一个南向的套房，带一个内卫，然后这边也是南向的，这边也有个内卫，啊，相当于是2个朝南的套房，一个朝南的客厅，双阳台，面向湖景啊。那现在你有心里的参考价格吗？内心的价格？我就是看了一下视频，他们差不多1万多嘛。然后我这个毛坯，我心里想着9000，就扣掉这个他们湖畔月云的那个精装的价格，对，相当于人家卖1万1，你扣掉2000，相当于卖9000。对，9000的话，我来算一下多少一个平方啊？168乘以9000，151万多，151万多。好了，151万多，你相当于亏个50-60万啊，利息的话就不算了。算了利息，这5年的利息是不得了了，估计。对，每个月会要还多少钱？5-6千要的吧？差不多。啊。但是，你知道现在湖畔新代城3期的这个挂牌价格吗？那没去了解呀。没有去啊。对。你现在刚刚我看了一下，你还有119万的贷款。119除以168，7000块钱。其实现在湖畔新代城能成交的价格，就是你们3期能成交的价格，也就在7000左右。这要亏多少啊？就亏没了，就可能卖掉房子，贷款都不够还。你现在来看，就是彻彻底底的全没了。这亏的也太多了呀。是的，我们粗算算啊，就按照你刚刚你给我看的，还有119万多的房贷，按照这个面积来算的话，就7000块钱一平。但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没了。卖个房子的意义、相当于还要贴钱出来。对，是的。有跟家里人去讨论过这个房子要卖多少钱吗？9000。对，心里就想着9000，不然就亏太多了，因为。对，9000的话可能还能多一点，卖个150万的话还能多个20-30万。对。但是你现在行情是摆在这里了，就正常现在湖畔新代城，你哪怕你这个湖景前面这么好啊，但是现在3期的这个价格确实也就成交的价格，不是说挂牌的价格，挂牌有8000、9000，甚至还有1万多的，但是能实际成交的就在7000块钱左右。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说了，这个房子我第一次见到啊，就是曾经摇号的房子的价格，现在居然变成了还有贷款的部分。因为我们以前拍的房子就是高位买的，但是你摇号其实不是高位买的，因为每一栋楼可能就上万个人在这里抢这里其中一套房子，但现在真的是非常的难受啊！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房子怎么去给它定价，因为我们在这个小区里也卖掉过一些，但是实际的这个成交价都在7000左右。然后这个房子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其实位置我们左面、右面，包括我们的这边周边的这些配套，其实非常方便啊。楼下这些商业街也非常繁华，然后对面呢，我们有一个凯悦的5星级酒店，西面呢那个就是塔亚普拉度假酒店，已经通车了那边。如果长期的住在这里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会非常的，就周边非常的繁华啊。好了，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呢，刚刚跟房东也看了啊，他呢也彻彻底底摊盘了，心里的这个预期呢是在9000块钱左右一个平方，但是现在这个行情呢肯定是卖不到9000的。我也不好意思再去跟他去砍价，再去跟他去周旋了。现在他还有119万的这个贷款，如果屏幕前刷到这套房子的家人们，考虑在湖畔新代城买一个大平层，但是我们只想花很少的这个钱去买到这么一个房子。那今天这个房子呢，全新的啊，楼层呢是30楼啊，所以有这样非常开阔的。我真的后悔买房了，我前几年200多万买的房子，大家又忍不住看了一眼。同小区卖130万还没有人要，我还借了10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还5000多，还要再还28年。我现在在想，如果说我把这个房子卖掉，可能也就只能卖个100多万，刚好够我还房贷钱，这相当于是70多万白白就蒸发掉了。到最后就是房子也没了，钱也没了。房贷是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的最大杠杆，30多年可以跑赢通胀。
我就是信了这些专家的鬼话。说实话，买这个房子也就高兴那么几天，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好像爽了一下，但自己好像挺了不起的，20多岁还有自己的资产了，这背后100多万的债务，我真感觉我这些年的努力就是像个笑话。时隔5年，济南再次出现了因为开发商大降价导致业主大批量的集结去维权这种事儿。然后上一次还要追溯到19年的年底，当时恒大滨河左岸一平差不多降了3、4千块钱。然后这个事儿吧，其实很理解，因为一套房子，对吧，降了30、50万。然后如果说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的话，可能得工作个5年、8年，甚至10年，都不一定能攒个30、50万。那如果说我晚买个2个月、3个月，或者说半年，那我可能我就能省这么多钱，对吧？如果说换我的话，或者说换屏幕前的各位老铁，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去闹，对吧？这个我们理解。但是怎么说呢？从以往的历史来看，对吧？这种维权也很难成功，因为我们讲所谓的契约精神嘛，对吧？当时白纸黑字，合同写的明明白白的，对吧？当时的价格你是认的，对吧？我们也签字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没办法，我们只能说是从同情的角度来讲嘛，理解。其实这个事最想说的是什么？就是现在有一些房子真的确实很合适，对吧？你看昨天这个楼盘已经被挤爆了，包括昨天我也去带客户了。然后历下区从16、17年，对吧？整个济南房价翻之后，对吧？历下区的新房，我印象中就没有低于过1.89万，大部分都在2万左右、2万以上，对吧？这个小区现在来讲的话，这个价格都是离谱呢，1.56万，而且我们讲1.56万是好楼层，它不是差楼层。对吧？然后同类型产品对比，比其他家的产品基本上都得低个几十万，所以说业主这个真的是受不了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你降价是你开发商的个人原因，对吧？因为你缺钱，你急需回笼资金，但是你不能因为后期你没有利润，你赚的少了，然后你再背刺业主，然后搞一个降标减配，对吧？因为这个开发商在济南的名声一直是不太好，既然这个背刺老业主了，对吧？买的都已经亏钱了，那你就好好交付，好吧？这个不多说了啊。中国的房地产现状啊，一栋楼就住一家人啊，看到没啊？这里一家人啊，一栋楼就住一家人啊，你看这些一栋楼一家人都没有啊，这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现状啊，那里有2家人啊。你敢相信吗？现在很多房东已经到了卖不起房子的地步了。你没听错，是卖都卖不起。为啥会这样呢？因为这些房子大多是前2年贷款买的。打个比方，一套当年200万的房子，房东贷款140万，如今房价拦腰斩，只能卖个100万。这意味着什么呢？你现在房东想要卖房，你得先凑齐120、130万，还清银行的贷款，然后把房子卖掉，拿到100万房款，折腾一圈。卖房你还得倒贴银行30万，是不是很魔幻？现在能够卖得起房子还算是好的，绝大多数人根本贴不起这30万，甚至连10万块钱都拿不出来。那现在这些房东能够咋办呢？只能看着房子砸在手里。这早就不是某一个房东的困扰了，而是整个楼市的痛点。如果市场继续向下，资不抵债的业主们又该如何呢？整个房地产又该走向何方呢？欢迎各位朋友评论区聊一聊你的看法。真是讽刺呀！房价都跌成这球样了，当初没买房的人竟然成了人生大赢家，那些努力贷款攒钱买房的人全成笑话了，妥妥的大冤种了。想想这么多年，既心酸又无奈，人人都笑话我，偏偏我也是最好笑的嘛。哎呦我天！我的天！我的妈！我看他直接跪过去了。天哪，这是保安吗？这是把这些人把身上踩嘞！就是近日龙岗某楼盘的闹房事件，起因是前期买房的人们无法接受现在在卖的价格竟然下跌了近1半，他们于是团结起来找开发商理论，协商无果，就冲进了售楼处表达他们的愤怒。这因为房价暴跌而搞团建大闹售楼处的已经不是个案了，购房者的心情可以理解，房价的普遍下跌是目前的大背景，非开发商所能左右的。买房卖房本就是商业行为，
而不是福利分房啊。这种维权声讨的动作可谓行为过激了，没有正当性可言。要说房价下跌，业主们损失惨重，那无论买二手房、一手新房都一样，都是受害者。而深圳远离核心区的偏远楼盘，则是房价下跌的重灾区，下跌幅度也最大。又谈不了一个房东啊，视频都没有拍完，扭头就走。倒不是说他不接受我们的市场指导价啊，而是他的房子他压根就卖不起。这个房子是1万4上的手啊，现在这个贷款呢还有70多万，但是现在的房子我们今天评估是只值不到50万，这已经不是亏多亏少的问题了啊，而是他想卖房，他还得往外去拿20万，相当于当年是首付付了40万，还了几十万的贷款啊，现在卖房还得倒贴20万。就听着都非常非常的难受啊！我现在心情也很沉重，因为这样的案例不是第一个了啊！就最近我们接触的房东，除了拆迁的、还建的全款房，19年以后只要是正常比例贷款买的啊，只要没有提前还贷，那房子不是已经资不抵债了，就是游走在资不抵债的边缘。一旦我们的房价继续下跌，相当于这个房东只要他买了房子，不管他怎么努力，负债却越来越多，窟窿也会越来越大。就因为一套房却影响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啊！真的，我们真的很无奈。我只能说啊，就如果说你确定不住的房子，趁着这个房子你还有能力去卖掉，能早点脱手就早点脱手吧。卖不了可以联系我们，信不信？说话我不小气。看一看啊，我们小区的这2栋房子，我们这个区一共4栋，这是其中的2栋。来看入住率高不高啊？这入住率你们看高不高？这就是销售当时跟我讲的，抢不上了，抢不上了啊！再不付钱就抢不上了。来，如今看看这入住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问怎么样？哎，这有1盏能量吗？有1盏灯吗？啊，屋里有1盏灯吗？来，看一下，看一下，怎么样啊？高不高级？厉不厉害？来，这就是所谓的抢不上。来，哎，如今我们入住了啊，抢不上，哎，确实抢不上，哎，抢不上啊！